2030年中国海军会取得怎样的发展？而未来10年中国海军的发展又会对全球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？近年来，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，这就使得中国无论是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上，还是在海军的建设上，都取得了较大发展。尤其是在海军的建设上，中国的军舰呈现出下饺子的态势，其建造的速度也是使世界震惊。因此，对于中国海军下饺子态势的发展，这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对此，外交家杂志网站则根据中国海军的建造速度预测了中国海军2030年的发展，并指出2030年在航母方面，中国海军将拥有4艘航母。不过，这也取决于中国对航母关键技术的信心，加上日积月累的经验，这或许会使中国加速订购航母，甚至到2030年时会有多达5到6艘航母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而在驱逐舰方面，据外交家杂志网则预测，如果江南和大连造船厂继续维持近年的速度造舰，一年可望打造3艘052DE 驱逐舰以及2艘055A 驱逐舰。而要是从2019年到2030年初都保持这样的生产率，那么在这11年间，解放军将增添约33艘052DE 驱逐舰以及22艘055A 驱逐舰，而加上中国海军现役的6艘052C、10艘052D，还有6艘下水或进行海试的052D，以及4艘下水或海试的055型驱逐舰。到2030年，中国7000吨的驱逐舰的总数将达55艘左右，而1.2万吨的驱逐舰将达26艘。此外，报道也指出，由于驱逐舰从下水到服役中间大概需要2到3年的时间，因此中国2030年驱逐舰实际服役的数量会比较少。因此，到2030年时，中国海军可能会有约40艘7000吨级052CDE，以及多达20艘1.2万吨级055A 驱逐舰服役。然而，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在2020年代初打造更先进的055A 驱逐舰以前，将打造约12艘055型驱逐舰，而在升级的052E接棒前，解放军很可能会建造超过25艘052D 驱逐舰。无论是055A 或052E，都会采取部分或全电力推进的新技术。而在护卫舰方面，2030年可望有30艘054A 型飞弹护卫舰服役，并且中国有可能会停产4000吨级护卫舰，将以7000吨与1.2万吨级的驱逐舰加以取代。此外，在潜艇方面，中国海军将重点对095核潜艇与096核潜艇进行研制，而且039C 柴电潜艇在未来几年也将现身。还有消息指出，中国已经启用葫芦岛新潜艇制造厂，如果以该制造厂每年能打造出1艘核子动力攻击潜艇，每2年能打造出1艘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艇的能力来看，到了2030年，中国海军将会拥有8艘攻击核潜艇以及3到4艘弹道飞弹核潜艇。而且随着中国科技水平以及造船能力的提升，这就使得中国研制核潜艇的速度会不断加快，那么每年就会有3到4新型攻击核潜艇下水。因此，到了2030年时，中国的核潜艇数量将会达到30到40艘，这将也是十分庞大的数目，也会大大增强中国海军的实力。而对于外交家杂志网站的预测，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。对此，美国也十分感叹中国军舰的发展速度，并且也是赞叹不已，而且发文评论说，中国在2030年的海军舰艇数量上将具有绝对优势，因此中国海军也将保持舰艇数量第1的殊荣。但是也考虑到为美国拥有超过10个超级航母战斗群，所以在2030年，中国海军虽然在战力上排名全球第2，但是在舰艇的数量上将稳居全球第1的位置，并且努力缩短与美国的距离，努力冲击战力全球第1的位置。而且美国对于中国军舰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佩服，而且由于中国军舰近年来呈现的下饺子态势，也是给美国造成了巨大压力和危机感。因此，美国兰德智库此前公布了一份名为《美国的军事能力以及如何应对危险世界》的报告，而报告着重提及了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。而且根据美国兰德智库分析认为，中国海上军事发展速度迅猛，正在给美国带来威胁。其中，兰德智库还提到，中国海上军事能力的发展在2个方面大大超过美军，且美国在短时间内难以赶超。
从这里也确实看出，美国也认为自己在造船技术上完全比不过中国，并且也是存在极大差距。那么，美国看到了哪2方面不如中国呢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：一是在建造速度，2是在成本控制。中国的海军发展在这2方面都使得如今的美国望尘莫及。据悉，根据美国兰德智库给出的统计数据，2020年的时候，中国海军下水了12艘056护卫舰、9艘驱逐舰以及1艘071型船坞登陆舰和1艘075型两栖攻击舰，而且这还是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，中国有意的去削减了海军的入列规模。并且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国多年来在造船吨位上的优势也被中国打破了，而且这差距还会越拉越大。加上此前根据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情报部部长詹姆斯·法内尔推测，到2030年，中国将会拥有多达450艘水面舰艇以及110艘潜艇，而在2049年，中国建国100周年之际，也将取代美国成为海军舰船吨位排名全球第1的国家。与此同时，美国提出的355舰队计划受制于各种因素，也基本已经宣告破产。而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，这与中国造舰的速度快、数量多，与能加大控制成本是密不可分的。根据相关统计，如果中美同时建造各方面都一样的1艘10万吨的航母，美国能造1艘，中国则可以花相同的成本建造1.5艘。尽管中国的军费不如美国，但中国军力制造1年的能力，美国需要2.5到3.5年才能赶得上。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中国无论在造船的技术上，还是在成本控制上，都优越于美国。而这也是中国海军的军力能够有机会赶上美国的关键因素。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中国的造船业相比美国也是具有较大的优势，而且一直都呈现出下饺子的特性。这也使得美国人对中国的造船速度感到害怕，而中国的这一速度也将进一步缩小与美国海军之间的差距。相信到后面，中国海军的发展会创造出更大的奇迹，取得更大的突破发展，并且在进入21世纪后，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，这也使得中国造船业技术得到提高完善，而且对新工艺、新技术的吸收能力不断提高，造船能力和效率不断增加。这也大大保证了中国在船舶工业的终端产业链，从而逐步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。因此，由于中国造船业不仅在技术上领先全球，而且在销量上也是处于领先地位，所以使得中国在有如此强大的造船技术支持后，完全有能力实现2030的目标，而且速度还会加快，促进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发展。相信随着中国海军舰艇下饺子的速度会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